如果你膝盖经常疼痛，而且膝盖弯曲到某一个角度，疼痛会加重，甚至在膝盖活动的时候还会有弹响，那么这个视频你必须要看完。半月板是位于股骨，也就是大腿骨和胫骨、小腿骨之间的纤维软骨组织。每个膝盖有2个半月板，内侧半月板在膝盖内侧，呈 C 型；外侧半月板在膝盖外侧，呈 O 型。它们的作用是提供减震、关节稳定、力传导、关节软骨营养等功能。半月板损伤，一种是急性损伤，例如在膝关节屈的时候做膝关节内收、外展、暴力旋转或者是重力挤压情况产生；另一种是慢性损伤，主要是长期的膝关节活动、半月板研磨导致，这也是中老年人群以及腿型不正常人群半月板损伤的常见原因。例如 O 型腿容易导致半月板内侧过度磨损， X 型腿容易导致半月板外侧过度磨损。如果你是因为腿型不正导致的半月板损伤，这里建议你先去矫正腿型。如果腿型不正的同时还有扁平足，那么建议你先矫正扁平足，再矫正腿型。腿型矫正以后，就不会出现单侧半月板过度磨损情况。半月板的损伤通常按照位置和方向分类，撕裂的方向可以是垂直的、纵向的、径向的、水平的、倾斜的以及复杂的。常见的损伤有半月板斗柄底撕裂、半月板水平撕裂、半月板周围撕裂、半月板径向撕裂以及半月板囊肿。半月板按照供血情况分成3个区，每个区的恢复情况也不一样。红区血液供应比较丰富，位于半月板边缘5毫米处，与滑膜连续的部分，损伤以后愈合能力比较强。红白区在血供边缘区，位于边缘区与半月板中央区之间，血液供应比较差，损伤之后有一定的恢复能力。白区没有血液供应，位于半月板中间部分，靠关节提供营养，所以损伤以后很难恢复。半月板损伤以后，主要症状是走路的时候膝关节间隙疼痛肿胀，休息以后疼痛会减轻，但膝关节间隙内仍有疼痛，特别是在膝关节伸展弯曲到某个角度时，疼痛会加重，而且还有些人会出现膝关节打软、膝关节弹响，甚至是关节卡压情况。半月板损伤自测：一、麦氏针试验，受试者仰卧，测试者一手压住膝盖，另一手握住脚踝，将膝盖完全弯曲，然后将小腿最大限度外旋、内旋、外展或者内收，在保持这个力的情况下，逐渐伸直膝关节。在伸直过程中，如果出现疼痛或者弹响，那么测试为阳性。2、膝关节过伸实验，膝关节伸直以后，在膝关节处施加压力，引起疼痛为阳性。3、膝关节过屈实验，膝关节完全弯曲，再施加压力，引起疼痛为阳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半月板后脚撕裂疼痛会更加明显。4、研磨试验，受试者仰卧，膝盖弯曲到90度，在加压的情况下，研磨或者是旋转膝关节，引起疼痛为阳性。当然了，咱们这个只是简单测试，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半月板损伤情况，还是建议去拍片子。半月板康复训练的原则是循序渐进，训练的目的是改善膝关节活动度，促进半月板恢复，逐渐恢复膝关节负重行走功能，防止肌肉萎缩、肌腱痉挛、骨质疏松和关节僵硬。重要提示：咱们的训练只适合那些非手术人群。第一类，膝关节活动范围训练。正常情况下，大腿可以完全伸直，膝盖弯曲的时候，脚后跟能碰到屁股。第一个动作，膝关节伸展训练。坐在地上，损伤的那一侧大腿尽量伸直，然后收紧大腿前侧肌肉，在最大位置稍微停顿5秒，然后再回到开始位置，一组10次，做3组。动作2，膝关节弯曲训练。身体仰卧，损伤的大腿尽量弯曲，让你的脚后跟去触碰屁股，不用一次做到位，尽量做到最大位置，然后收紧大腿后侧肌肉，在最大位置保持5秒钟，然后再回到开始位置，一组10次，做3组。第2项，膝关节力量训练，为的是提高膝关节的受力程度，实现膝关节正常行走和负重的目的。1、徒手深蹲，这个动作很常见，下蹲的时候尽量保持膝盖和脚尖在同一方向，不能出现膝关节扭动的情况。下蹲到大腿平行于地面，一组20次，做3组。动作2，坐姿深膝，坐在凳子上，大腿放在凳子边缘，然后尽量伸直膝盖，收紧大腿前侧肌肉。如果感觉这个动作简单，可以在脚踝位置加一个负重，一组15次，做3组。3、
站姿腿弯举，身体站直，弯曲损伤内侧大腿，然后尽量收紧大腿后侧肌肉，重复15次，做3组。感觉动作简单的朋友，也可以在脚踝处负重，增加动作难度。动作4，侧卧抬腿，身体侧卧，损伤的内侧放到下面，然后尽量抬高大腿，收紧大腿内侧肌肉，一组15次，做3组。动作5，棒式开合，身体侧卧，损伤内侧放到上面，大腿稍微弯曲，然后尽量外展大腿，收紧屁股，一组15次，做3组。好，这就是咱们今天所有内容。最后我瞎说几句，不想听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跳过。说实话，康复内容本来热度就比较低，而且审核又严格，需要的人又少，所以这也是我今年很少做康复内容的主要原因。做了以后没什么流量，又没什么收益。如果说你觉得我做的康复内容确实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多给我点赞，多投币，多评论。如果说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可以随便说一点，或者发一些表情都可以，我这样就有动力，然后去做更多实用的康复内容了。好，我说完了，再次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